好，上手啦 ，MacBook Neo 台湾版到底值不值得买？很多人都说这台 MacBook Neo 超高 CP 值，但实际上使用如何呢？那很多人都在问啊，我到底应该选 MacBook Neo、MacBook Air 还是直接买 iPad Air？ 那我最近碰到的情况刚好是2个女儿啦，一个喜欢 iPad Air， 一个喜欢 MacBook Neo。那我们也会实际上手跟测试，看哪一台比较符合你的使用情境。我们直接开始吧。哇，真的收到 MacBook Neo， 感觉好不真实。台湾的上市时间真的还是偏晚，那我们订的是粉色。那我们开箱有一个小短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那我们也快速介绍一下里面的内容物。首先我要讲，我觉得整个开箱的体验，它完全没有因为是一个入门产品有任何的折扣。我觉得苹果它整个开箱的体验、包装体验真的是做得非常棒。那在一开始，它包着电脑这一张小纸哦，上面有一个 Hello 的这个字样，那连这个 Hello 它都有一个淡淡的粉色在上面，我看得非常的仔细，它绝对真的是有一个粉色，它连这个外包装纸它都会跟着它的笔电的颜色去做调整，我觉得真的超级用心。那这也代表苹果是细节控，你说在这个纸上面有必要这样做吗？毕竟这台笔电已经超级便宜了，我觉得是有啦。任何细节的体验都让你不会觉得说是因为买到一个入门的产品，然后就有被歧视的感觉。那这个国中生可能就在这一刻种下他对苹果的信仰啊！想想我当年好像就是这样啦，我第一台应该是 iPad mini 吧。OK， 但拿出来你就看到这个沙粉色，虽然跟我一开始期待的这个粉色有一点差异哦，但是我细看后我觉得其实是更好看，因为你看上面看面，它面有一个这种像是一个法丝纹的这种感觉，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你细看这个粉色，它有一点金属的一种亮粉在里面的感觉，那整个质感做得非常的到位。那我觉得机身你拿起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偏薄的，但是重量呢还是不轻哦，它是非常扎实的一块铝合金。那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看到很多拆解，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有很多空间，如果它今天是愿意把它做更轻薄的话，应该是有空间可以去利用。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萤幕重量、机身重量的一个妥协，也很有可能是它不能超越 Air 产品线的一种策略。那打开后呢，你就会看到我觉得是现在苹果市面上所有的 Mac 的笔电都没有的优点，就是它是全萤幕，它没有任何的刘海在上面。那虽然说它萤幕边框稍微厚了一点那你说刘海我用到现在应该有5年的时间，我可以跟你说这刘海是完全没有益处。那很多工具可能它萤幕上面的表现，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刘海的部分都还没有优化。很多小工具你会在没有外接萤幕的时候，因为这个刘海被挡住。那所以呢，现在的 MacBook Neo 就是一个唯一拥有完整萤幕的 Mac 笔电，而且是最入门的产品。那其实你看里面也是非常多的细节，你看它的这个键盘的颜色也是有一个淡淡的粉色在上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好看。玻璃轨迹板它也是呈现一个非常有质感的粉红色。那我们选的是512的版本，那我觉得第一就是这个容量才够，那第二就是它的键盘上面呢，这边也有一个萤幕解锁的按键在上面，那这个也是这个版本的一大升级。那你有使用过 Mac 加上指纹解锁，你会觉得它真的非常方便，不只是平常解锁啊，你在 Apple Pay 的时候也都可以使用。好，那我们来看到这边它的接口非常少，它就只有2个，然后这边再加一个耳机口。那这个2个 C 口看起来好像是很现代的 C 口，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支援雷电的规格。那同时呢，它即使在 USB 的传输速度，它也只有上面的这一颗是支援 USB 3的，那另一个呢是支援 USB 2。那在2026还有 USB 2的速度在笔电上面，那这可能是晶片本身上面的限制啦。毕竟这个晶片本来就是给 iPhone Pro， 然后还有 Apple TV 的。对，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发现一个小插曲哦，我们可以用我们手机上面我们的苹果账号帮电脑去做设定的时候，它在手机上面把这一台辨识成 Apple TV， 它就呈现一个 Apple TV 的样式出来。所以呢，现在谣传 Apple TV 会用上更 Pro 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谣言，我觉得看来是真的。那有没有可能也因为晶片缺货的关系呢，把本来要出给 Apple TV 的这个晶片已经设定好给它，然后把它拔出来，让它使用在 MacBook Neo 上面？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走完这个设定，看到这个画面之后，觉得是蛮有可能的，因为毕竟现在这个产品比较热门嘛，那可能它的毛利也比较高。好了，那我们再来会做更多的测试哦。很多人会问说，到底应该买 MacBook Neo、MacBook Air 还是 iPad Air？ 那当然了，我觉得 Mac 它的使用模式就是把它锁在就是只有笔电而已，搭配它的 Mac OS， 那当然它的资源度是非常的高。那我们讲到 iPad Air 的话，它平常就是一个平板，那可以触控啊，还可以用笔来画画。但如果你今天使用情境上有必要的话，你接上键盘，它又可以还原将近70-80% 的笔电使用情境。所以我知道了，真的是不好选。在使用这些心得之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开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高 CP 值、功能超齐全的 iPad 键盘要推荐给大家。那我觉得这个绝对可以让你把你的 iPad 用得非常有生产力。如果你在找最强的 iPad 生产力工具不用找了，我今天要带大家看的就是 EIP HyperKeys iPad 自定义巧控键盘。那既然有称上巧控键盘这个名称，不止它的外观跟原厂很像就是这种悬浮式的键盘。那最核心的突破是业界首创的 App 智慧联动。那 HyperKeys 呢，除了延续先前 EIP
IP Pencil X 触控笔性能解放基因，还可以透过专属的 App EIP 深度自定义左上排5个功能快捷键，那并且可以让你快速切换模式。那不管你爱用的是 GoodNotes、Notability 或者是 Procreate， 都可以让你生产力瞬间爆表。那你还可以用 EIP 的 App 切换7色的键盘背光，非常的直觉。那你又不用再记复杂的组合键，那甚至可以自定义休眠的时间，而且你还可以一键唤醒 Apple Intelligence， 它通通都能做到。那 HyperKeys 呢，采用这个铝合金的转轴，支援悬浮135度的调整，视角更符合人体工学。那也配备清脆好按的全域触控板，任何角落都可以精准的点击。那甚至它免去了开关机键，让开关机这件事情从脑中彻底消失。一掀开马上就可以开始使用，那盖上去呢，它就自动进入休眠。那用过原厂键盘应该都知道，你如果把触控笔吸在上面，这包里面很容易脱落。那 HyperKeys 呢，它设计这个磁吸扣带专属的笔槽，你也不用担心笔会摔到或是弄丢。那最夸张的是它的价格竟然不到原厂键盘的1/3，而且适用于目前最新的2026年的 iPad Air M4 或是 iPad Pro M5的版本。那这个绝对是市场上目前最聪明、CP 值最高的巧控键盘选择，直接把 iPad 的生产力顶到天花板。那相关资讯我们放在下方，我个人觉得这款是超级值得购买的。好了，那回来讲到这个 MacBook Neo， 当然我们也先前开箱过，也用了一段时间。那我是真的把我的账号输入进去，然后取代我平常用的 MacBook Pro 拿来做测试。那除了重度剪辑之外，当然现在很多片也不是我自己剪，我可能一些短片会在上面剪。那发现有很多惊艳的地方，但实际使用也发现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只能说苹果这一刀真的切得非常的漂亮。那首先大家都知道的优点我就先不讲，价格很低，非常高 CP 值，然后设计水准很好啊，什么等等。那我们讲一些我觉得你实际用过才会知道一些可能隐藏的优点。那首先第一，我一定要讲就是它的萤幕。那这是一款在规格上面看起来就是现在所有 Mac 笔电里面最低规的萤幕，但是你打开用它时，你还是会赞叹苹果在校色上面的精准，至少它所有装置上面的一致性真的是抓得非常好。那所以我觉得啦，它的萤幕品质是有维持，那亮度也是非常的够用。我这边有强光打着，我把它调到最亮。你看它是非常亮、非常够你使用的吧？那如果你今天以2万块以下去随便买到的电脑，即使萤幕规格看起来很类似，但它在角色上面的精准度啊，还有这个画面呈现的漂亮程度，绝对没有到苹果萤幕的水准。那这边对比起来，我说这个萤幕用起来很好用，我平常对比的标准是我那一台14寸的 MacBook Pro， 那台是 Mini LED 的萤幕，支援更高的亮度，支援120赫兹的刷新率，然后还有 HDR 的显示。那说真的，在你平常文书啊日常使用，真的看不太出这2个萤幕的差别。那除非你是真的左右放在一起去比对啦。我本来有最大疑虑就是它萤幕上面的表现，那现在真的实际上手之后，我必须说了，我觉得 MacBook Neo 的萤幕完全够用，甚至高于够用。我觉得对比很多笔电来讲，它的表现水准真的非常好。那再来第二就是它的键盘还有它的轨迹板，那这个也是我本来比较担心这个入门款在上面可能会偷掉一点东西啊，然后使用上体验会打折。那实际上的规格呢，它也真的是有差异。那首先先说轨迹板，它的差异真的比较大。那你看它拆解啊，他们其实讲过啊，这个轨迹板它跟我们先前使用过的 Mac 它轨迹板的逻辑跟使用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如果你是从其他版本的 Mac 换过来，你一按你马上可以感觉出来差异，但这边并不全部都是缺点。那首先啊，先前的 Mac 它的按压的方式，它是里面有个震动马达嘛，所以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按键，它是感测到你按压之后，它震动马达的回馈让你以为它是一个按键。那因为它是震动马达，所以它在按压的这个回馈的力道啊，还有压力上面，它有更多的这些段数细节可以让你去调整。所以在先前不管是 MacBook Air 或是 Pro 来讲呢，它按压感觉是非常的轻松。那你如果今天是喜欢轻压的人，你可以做这样的设定。在 Neo 上面呢，它其实是一颗实体的这个轨迹板的按键，那就它整片是一个大按钮，所以物理上的按压感它也很接近一颗实体按钮的这种回馈感。但是呢，我觉得苹果在这个整个按压平均啊，还有它的这个配重的分布上面做得非常的恰到好处。那这个其实苹果在任何轨迹板上面，他们的调教都是非常的完美。所以虽然说物理上一开始使用你换过来，你会觉得说，好像在按压感上面需要更大力一点，或是压得更深一点。那本来我担心这样会让使用上体验不好，但是其实你大概用了10分钟之后，你就完全没有感觉，因为我觉得整体它的触控调教真的还是非常的细腻。那最重要，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廉价感。那按键的按压感，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差异。我自己觉得它的回弹感是更 Q 一点，但我觉得这边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他的偏好，我这边也很难说哪个好跟哪个坏。但重点啊是这两者在按压跟触控起来，它没有任何好像是一个低价产品会给你的感觉。所以啊，
这边要给个赞。那第3呢，整体使用体验上来讲，就规格上来说，当然你说啊，上面是 A18 Pro 的处理器啊，8GB 的记忆体，那稍微严格的 GPU， 那还有记忆体屏宽比较窄啊，这个我们等一下晚点会讲到。但是我觉得你在日常使用上，如果你在锁定都是这些轻度文书啊、打报告啊、上网，那甚至追剧看影片，我觉得这些上面的体验呢，基本上完全和高阶的版本没有任何差异。因为就整个 macOS 的顺畅度、整个界面的美感、多工切换这些体验都是完全没有打折。那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模式都是我们上述这些日常使用的话，我觉得即使是给一般人去盲测，我们有个最高阶可能 M5 Max 的版本，然后对比 Neo， 然后在他完全不知道这两者的规格差异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很难感觉得出来哪一台是高阶，哪一台是低阶。那我现在下班就是带这台回去，我就做文书处理啊，我开 Line，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很多图档贴文，我们都是直接在 Canva 上面做啊，那个在网络上面运算也不需要靠笔电上面的处理器，签合约、看报表、回讯息、开 YouTube 看影片，那全部一起使用都是超级顺畅。那讲到看影片，我们讲到第4个，我觉得就是它的喇叭的体验。那我不会说它的表现和 MacBook Pro 一样好，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在的位置在侧面比较偏下面这边，但是我觉得它音量的清晰度、整体的表现听起来也是很棒。如果你要跟很多低阶的笔电比起来，苹果的音色的调校真的是非常厉害。应该说，我觉得听得出来他们是有用心，不是好像随便塞一个有声音给你就好，但是听起来非常有感。那尤其当你今天放在桌面上使用，它这边有一点这种反射扩音的这种效果，那我觉得让它整个音场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广，而且声音音量也非常的足够。像我们平常拿来看影片的时候，有时候人声后面还有一些音乐，我觉得它的分离感也是非常的清晰。这一点呢，我觉得它上面的喇叭的表现有点出乎意料，完全够用。那第5，它的续航力其实是不差。那虽然它的规格表上面给的电池是真的偏小，那它给的续航力好像也没有到太好。可是我们去想回来，是我们现在都太习惯，苹果换到自己加晶片之后，那续航力动辄什么10几个小时啊，快到20个小时可能都有。那这一台它做到11个小时多，那我觉得其实日常使用还是非常够用。那我这边讲是一台2万块不到的电脑，像我昨晚在使用，我开 Word， 然后看报表，然后开 Canva 做图，然后同时啊，我有一个 YouTube 影片放在旁边，那 Line 也开着，那我有下载 Final Cut 去剪一些影片，但我昨天晚上没有在剪。那这样交叉用来用去，我觉得续航表现很够。那它在整台是没有风扇的情况下，然后我觉得它的发热的控制 A18 Pro 在这个机身上面也是非常可以，因为你要想，本来 A18 Pro 是给 iPhone 一个很小的机身嘛，那现在放在这个上面，它其实即使没有风扇啊，它还是有更大的机壳让它去做散热。我那样算起来好像2个小时用下来，那么多软体在交叉使用，然后影片在播，好像才从70，我看一下，我记起来我是79% 掉到65%，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哎。那我们刚好讲到剪片还有续航，那我觉得现在也可以发现一些在这些使用情境上，它规格上面的限制或是一些硬伤。那先说啊，我们要理解在这个价格区间，它一定是要有一些妥协，但我觉得还是先点出来，让可能本来有想要买这一台的人先知道它哪一些地方可能不足。那如果你都可以接受啊，你会觉得说，这样不影响你使用的情境的话，那我觉得它就是很完美的笔电。好，那第一个，我觉得它的充电速度真的是慢，但这一点虽然是并不是没有解。那首先，如果你是依赖它盒装里面给你那个20瓦的充电器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会用到很恨这台笔电，因为它充电速度真的超级慢。那我们测试在你不跑东西、不开 App 的情况下，不使用的状况下，充30分钟大约补满14-15% 而已。那如果你边充边用的话，那就看你用的 App 开多少，有多耗电。那我们试的话，30分钟，如果你在边用一些 App 在充电，用20瓦的话，它大概补到10% 不到，真是蛮惨的。那你要知道，这台电脑本身电池已经不大，但是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解法，它最高其实可以支援到将近30瓦的充电。那很怪的就是在你使用更高瓦数的充电器的时候，它其实充电的速度是整体的加快，它不是好像我们刚刚讲20瓦到30瓦多，它是整个翻倍的体验。那我觉得这可能也和充电器本身可以承受啊，还有它的散热有关。那我们试的话，用快一点充电器啊，如果它进去最高到30瓦左右的话，它1个小时可以充到50几%。那这在你完全没有用的情况下，那你有用的情况下，它可以充到40% 左右，所以非常的够用嘞。所以我也很建议啦，如果你真的要买这一台，他们里面附的那一颗20瓦的充电器，现在充电器很便宜啦，可以买的话就去买一个高一点的，你随便买一个40-50瓦、50-60瓦也都有。那苹果原厂那一颗40瓦的，我觉得也非常好用。那它会让你整个使用 MacBook Neo 的体验大大升级。那当然呢，它还是不是像 MacBook Air 一样，大概将近50% 的电池。那还有 MacBook Air 它最高的充电瓦数有到70瓦。好，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硬伤的地方就是8GB 还是不够用。那这边不单单只是8GB 的问题，还有记忆体频宽。那8GB 不太够用，这个本来我就有预期啦，毕竟我是当
当年有长期使用 M1 MacBook Air 盖板的那个人哦，那我用了1年剪片什么都有使用。那我虽然有体验到苹果自家的处理器，他们的统一记忆体，他们8GB 使用起来的体验真的是大于其他厂商的8GB 体验，但是它终究还是有些限制。那在 Neo 上面也是一样，那也因为记忆体频宽更窄的关系呢，它记忆体不够的感觉会更加明显。那我看很多人测试一下，他们说，开很多视窗啊，同时剪片，还是可以用。那我们测试一下，这样可以用吗？那当然是可以。可是我觉得可以的标准有非常多种。你说可不可以勉强剪4K 影片？可以。那可不可以顺利输出？可以。那会不会卡到不能用？其实也不会。但我们以单纯加多点图层在剪辑，即使 1080p 的影片来说，那我开 Final Cut 再要开启多工视窗，它就会有点卡顿。那这个是在它背景有做运算的情况下，但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反映到我们真实使用情境，因为我们可能剪片啊，它背后在做 render 的时候，我们同时去做其他事情嘛。那就是这种时候，你任何 app 里面都会感觉到有点卡顿。那不至于顿到无法使用啊，但我觉得这种使用情境下，可能在现在可能 M3 的 MacBook Air 你都不会感觉到。那我们讲回我们的测试啊，我们在入门版的 M 晶片，我们那台 iPad Air 上面，我们也一样开着 Final Cut， 然后跑一样的影片，然后做输出，我觉得整体体验还是比较顺畅。那我觉得当然它 iPadOS 的差异啊，它的这些调度上面有差之外，我觉得记忆体频宽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因为同样是8GB 的记忆体，我们觉得就算是在 M1、M2、M3 的上面 ，M3 上面。它们的记忆体频宽都是高过这颗 A18 Pro 大概60% 多，那 M4 的记忆体频宽甚至是 A18 Pro 的2倍，所以你可能本来在 M 系列上面感觉到8GB 的记忆体够用，但是在这边的频宽缩到剩一半的时候，你处理事情一多，你就会非常的有感。那第三就是它连接部的限制，那因为 A18 Pro 本身当然它晶片上面也有一些限制，那它的连接部没有办法支援雷电，那同时它的 C 口就是一个3一个2的速度，那这样是堪用，但实际使用上也有一些先天上的一些不足。那首先你要外接萤幕的话，你就只能有一个可以接啊，就是 USB-3 的这一个。但因为它是3，它不是雷电嘛，所以你也不能说接了萤幕，你又想要快速传输，就可以透过萤幕上面去再接另外一个硬碟，另外可以快速传输。那如果你要用机身上面另外一个孔，抱歉，它就只有 USB-2 的速度。那很难想象你要外接 SSD， 在现在2026年，我已经不记得我上次哪一台笔电接外接硬碟的时候，我是用 USB-2 的速度。那因为在这一台上面，它最高的储存空间就是只有512，所以我觉得可能蛮多情境，你至少用了1年之后，你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储存空间。那这种时候，在这台上面，你会感觉到它的限制真的多了一点。那另外，我平常在工作室，我们在接我们公司的内网的时候，我们是用10G 的网路线，然后接上一个雷电的转接器，在这台上面，它就完全没有任何雷电的口可以让你接上这样的内网速度，所以我就只能依赖 WiFi。那当然，以上讲到这些不便啊，都是如果你有这些需求的人，你可能才会感觉到。那我觉得，即使你今天，就算你是偶尔有这些需求，算1个月1、2次来讲，那我也会觉得长时间碰到这种状况，你会觉得有点不太方便，因为毕竟它的一些短处哦，它的一些硬伤是你可能比较不会期待2026年推出的电脑有了这些硬伤。那老实说啊，也是因为它的外形太好看，又符合现代这个设计的审美感，它又是一个新出的产品，所以可能你会有这些错误的期待。所以我也是觉得说，为什么我要点出来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话，我们也是要提醒自己啊，它就是一款2万块的笔电，那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好啦，那用到现在，我们就回到那个问题。很多人会问说，到底你要买 MacBook Neo、MacBook Air 还是买 iPad Air？ 那我们先回到说，如果你使用情境都是只有用笔电的话，那你就是在 MacBook Neo 还有 MacBook Air 来做选择。那其实我觉得市场反应非常的直接，在当初 MacBook Neo 刚刚发表的时候，我们找到就是在台湾的这些电商上面有那种苹果官方的整新品哦，苹果官方整新品就代表说你可以再去加买 Apple Care， 给你的保护就跟新品一模一样。那当初 M2 跟 M3 的 MacBook Air 在上面有2万出头左右的价格，反正就是它的配备可能记忆体还多一点，2万5以内。然后在我们推荐完的1个星期内就完全被扫光。那有很多观众私讯来，他觉得买到赚到。那我觉得同样的价格，如果我们今天都是讲2万出头来讲，那当然绝对是选 MacBook Air。那我们刚上述提到 MacBook Neo 那些所有的一些小缺陷，在 Air 上面就是完全没有。那它2个 C 口都支援雷电，记忆体就算是8GB， 它的频宽也更宽。那电池容量大很多了，它的充电速率支援70瓦。那边剪片边充电，它也可以充得很快。所以如果你确定要买的是 Mac， 然后你又找到未来可能又有
比较更重度需求的人，那当然 MacBook Air 是一劳永逸啦。但现在2万多的 MacBook Air 可能也没了，那还可不可以买 Neo？ 那我觉得是绝对可以。那首先就是你的用途真的就是想要方便携带，然后文书实用，可能少量轻量的剪辑。那你不是有什么同时要接萤幕又传输大档的需求，那或是为家中的学生准备第一台笔电，觉得超级划算。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刚换到 Mac 或是使用 Mac OS 的话，你只要可以去撑过它的阵痛期，你会发现 Mac 整体使用起来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体验。好，那如果真的是单纯文书比较轻度的使用，那再来对比 iPad Air 的话，我觉得就非常的有趣。那首先 iPad Air 本身就是超级轻巧，像拿起来真的是还是差很多。那即使我们这台是11寸的啦，它非常非常的轻，刚500克而已。即使你买到13寸的 iPad Air， 它的重量也是大约 MacBook Neo 的一半而已。那有人会说，那你再加上键盘的话就差不多重，但是键盘加不加，或者说什么时候要加，要不要带，这个你可以自己选择啊。你可以分开使用或是一起使用。你日常使用只要画画、追剧或是看一些东西的话，那这样拿起来就超级轻巧。那就算真的加键盘、打报告什么使用，你也一定是放在桌上用嘛。那重量再怎么样，也只是接近笔电而已。那重点是多了，你可以这个触控啊，你可以画画，这些功能是 Mac 怎样都做不到的。所以我大女儿她刚好也很超爱画画。那我以前旧的这个 M1 MacBook Air 有给她用，那后来也有这个 M3 的 iPad Air 有给她用。她到现在几乎就是每天都是只有在用 iPad Air。那如果你刚好也有一点稍微重度一点的使用情境的话，那我们拿刚刚剪辑影片来做对比了，我们就用这台一样是 M3 的 iPad Air 而已哦，还不是 M4。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工使用的时候它不太卡，毕竟是 M 处理器。那另外呢，我们在影片输出上面，我们挑同一片 1080p， 然后10分钟的影片这一台跟 MacBook Neo 都是用 Final Cut Pro 来输出。那 MacBook Neo 耗时2分17秒，那 iPad Air 耗时1分48秒，所以 M 处理器它还是有些使用上的优势。那像我大女儿嘛，他们在学校有时候还是要写一些作业、打报告，那她需要的时候也非常简单，就一个键盘接上去就好。那对她这种大部分都是比较有画画需求的人来说，偶尔要打报告、写功课，那真的是一台 iPad 就可以打天下。那说最入门版的 Air 128GB，大概2万块不到，然后加这个 EIP 键盘3000上下，然后再多一个副厂的这个笔。是1000出头，所以整个大约2万5上下。对它的使用情境而言，反而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装置。那我另外一个女儿，她没有要画画的需求，所以便我当初给她那台 iPad， 她就没有什么在使用。那像她就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就说她想要 MacBook Neo， 因为是粉红色的。那我就觉得我刚上述分析那一些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但说真的，我觉得现在苹果提供一个2万块左右的入门电脑来说，我觉得对我一个家长来说，我觉得它负担真的轻了不少。况且在我实际使用，我觉得苹果它的制造的品质真的很有诚意，从里到外，我觉得它用心的程度真的让人很难相信它只要2万块。那重点我觉得就是就是你要非常清楚知道说你自己的使用情境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跟我大女儿一样，就是有画画的需求，那对你而言，这个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更重要的东西。但你要牺牲在 iPad OS App 上面的资源度会稍微低一点。那如果你就真的只有轻度文书，偶尔打打报告、上网，然后其他画画的东西都用不到，那自然 MacBook Neo 就是一个包含完整 Mac 生态链的一个产品。那使用起来会更顺手。那反正就是至少现在苹果都给你非常合理的入门的机种可以选择。那你要试错的成本也低了很多。那最后我自己用起来，我觉得 MacBook Neo 真的完成度很高。那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产品。那如果不是我本身的工作上面的需求还有一些规格需求稍微多了一点，不然我真的会考虑买一台来出国出差随身带着使用，因为我也是很爱粉红色的。好了，那希望这样的影片对大家选择上面有一些帮助了。用到现在也没有说有意外，毕竟一些缺陷我觉得感觉到都还是在，但是我觉得我意外是在它整体使用起来的品质，我觉得有超乎我自己的期待。那我觉得现在有想要买的人呢，也蛮推荐的，因为也不知道说它现在备货还剩下多少可以卖。那想要的话，大家可以再快点去买了。OK， 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